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哥小福。今天爷爷奶奶邀请孩子们去家里做客，因为大部分都是飞哥小福的朋友。凯姐觉得自己混在里面格格不入，于是就想跟着爸妈一起出去玩。飞妈欣然同意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古董座谈会。凯姐不禁掩面而泣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刚一下车，爷爷奶奶就已经在外面等候。爷爷一把抱起泰瑞，飞哥，你真的一点都没变。爷爷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泰瑞。爷爷看了看泰瑞，又看了看飞哥，哦天哪，我得重新配副眼镜了。这时小福也下来了，爷爷跟他玩了一阵花式握手之后，突然发现凯姐不见了，原来是在房顶找手机信号呢。凯姐很不能理解奶奶怎么能住得惯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。这时爷爷敲响3角铃，让孩子们过去吃东西。飞哥小一也正朝那边走去，我突然发现泰瑞又不见了。此时他正在侦测哪棵树是空心的，就是他了。泰瑞闪身进了大树，这次杜博士又是蠢蠢欲动了，他正躲在邪恶的森林里休息，任务就是拆穿他的诡计。每次都一样，泰瑞没有听完就走了。孩子们正在草地上愉快的玩耍，凯姐百般无赖的躺在一边，飞哥给他送上了一杯莱姆汁。不久小易也过来了，美女家族已经补好了全部的帐篷，需要飞哥在补帐篷成就上签名。这时爷爷让孩子们集合，他为大家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，萨斯科奇是住在这片森林里全身长满毛的种族，而且他还借有一首描写他们的歌曲。接着大家都跟着爷爷的歌声摇摆起来，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凯姐，她实在不明白爷爷的举动为什么不能符合他的年纪。奶奶走过来对他说，你的举动才不符合年纪，没有幽默感，年轻人在这里能够找到所有的乐子，只要肯运用想象力。再说另一边，泰瑞潜进杜博士的大别墅，此时他正对电脑不知在做什么，暗中观察泰瑞发出声音，被他发现了。但杜博士并没有将泰瑞关起来，还表示自己这周在休假。泰瑞环顾四周，发现杜博士准备了烛光晚餐，原来他又开始约会了。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，今天晚上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好吧，看样子泰瑞应该离开，毕竟君子有成人之美。不料他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门铃声响，看来今天客人已经到了。杜博士十分慌张，他不能让网恋对象知道自己有仇人，但又没有时间毁掉泰瑞，于是他就让泰瑞装成自己的宠物，企图蒙混过关。门打开了，是一个可爱的姑娘。他在看到泰瑞的第一眼就以为自己要找的人是他，抱起泰瑞就不撒手。杜博士赶紧过来解释，是我才是你的网恋对象。说着就想抢过泰瑞将他放走，谁知这小姑娘根本不愿意，她还想再抱久一点，根本不想理会杜博士说什么，就抱着门宠走了。明明是2个人的约会，但杜博士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。此时孩子在营地里开启了篝火晚会，飞哥十分高兴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说鬼故事吗？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始讲了，但爷爷还是想让别的孩子先尝试一下。奶奶表示同意，顺便点名了凯姐，不过显然他没什么兴趣。接着爷爷又点名了小巴，小巴有些无所适从，不过还是接过了手电筒。我有一个朋友来到这个国家，然后他去露营，必须要跟一个恶霸用同一个帐篷，这真的非常非常可怕，周围寂静一片。爷爷最终还是放弃了，说你的故事吧，飞哥。遵命爷爷。飞哥没有犹豫，主角是大脚，一开口就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。露营活动进展顺利，可杜博士约会就非常坎坷了。这小姑娘沉迷撸鸭嘴兽，无法自拔，完全忘记了旁边杜博士，跟她搭话也是十分不耐烦，对她邀请喝黄瓜汁更是理也不理。杜博士端起自己的那杯就去阳台透气，其实他根本不喜欢喝黄瓜汁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遇到奇葩。飞哥的故事正进行到高潮部分，每当满月的时候，就像今天晚上大脚就会前来复仇啊！什么声音？只见大家背后都站着不明生物，所有人都吓坏了，就连小布都跳到了小巴的身上。听见了孩子们的尖叫声，杜博士站上了围墙。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！正思索着，谁知没控制好平衡，直接从楼上摔了下去。此时飞哥正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原来所谓的大脚怪物都是小福在操控，可是小福还坐在小一的旁边呢。飞哥走过去放掉他的气，原来只是个充气小福。再说掉下去的杜博士终于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重新爬上了围墙边缘，想动引起小姑娘注意。他放下泰瑞，决定一探究竟。只见一个全身树叶的怪物出现在了自己面前。大脚姑娘很惊讶，抄起挎包就将杜博士给打了下去。等到他在下面惊声尖叫，小姑娘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的网恋对象。再说被他放在一旁的泰瑞终于找到机会，赶紧开溜了。爷爷夸赞飞哥小福的精彩表演，但凯姐却表示再也无法忍受这些活动已经让他有些发狂了。飞哥在一旁提醒他，如果再大声尖叫可能会引来真的
大脚，大脚！凯姐表示不服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假的，没成想他真的圈在了凯姐的身后。不过这也没能吓倒他，这个又是用什么做的？很不幸，他不是飞哥一行人弄出来的。还没等凯姐反应过来，大脚直接抓起他就塞进了自己嘴里，这下所有孩子都被吓跑了，只剩下爷爷奶奶抱在一起瑟瑟发抖。但很快爷爷就笑了，他们被我们给骗了，原来这个大脚是奶奶假扮的。爷爷身旁的其实是奶奶双胞胎姐妹，每次他们想要搞恶作剧的时候，他就会1年出现一次。现在他该走了，奶奶表示他们也该走了，去把孩子们找回来，喝点热可可吧。再说被打下阳台的杜博士，他一个人滚过了大半个森林，才总算停了下来，却没想到身上缠上了小福的表演道具，于是他就看到有妖怪在追自己，又开始马不停蹄的狂奔。此时凯姐正在嘲笑他面前的小朋友们，只有发育不完全的和不成熟的脑袋才会相信有怪物，而成熟的大人，比如我，谁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到了真正的怪物。等孩子们回头的时候，杜博士已经跑走了，于是他们把凯姐的话又当成了恶作剧。这天凯姐和闺蜜小戴在家里玩游戏，飞妈走过来嘱咐凯姐，她现在又要出门了，有麻烦就打电话。此时飞哥小福正在院里干大事，突然发现泰瑞又不见了。当然了，因为他已经接到任务中心了。上头注意到鸽子都离开了市中心，只能假设杜博士牵扯其中，将情况大致说明，后续工作就交给泰瑞了。飞哥小福正满意的望着自己的杰作，小一走了过来，嘿，两位在做什么呢？重新装修我们的树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哇哦，我的天哪，这装修简直让小一惊呆了。飞哥邀请他成为书屋的第一位客人，首先是主建筑，然后穿越轮胎直达屋顶，稳稳落在观望台上，好帅啊！紧接着飞哥小福也跟了上来，这太好玩了，3个好朋友都笑了起来。从这里俯瞰附近的街道，一览无余。小一突然看到了一个旧书屋，那是凯姐的，现在已经报废了。小一有些惋惜，飞哥有了一个主意，我们来帮他修整一下。小一附和道，一定要很小凯呀。再说另一边，泰瑞已经潜入了杜博士的大厦，他看到小凡正在给鸽子们拍照，于是他拿出相机拍下了这一景象。突然杜博士圈在他的身后，见势不妙，泰瑞就打算开溜，不料杜博士一声令下，那些鸽子就把他包围了。小戴完胜凯姐，凯姐有些泄气。此时飞哥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响起，说是要给凯姐一个惊喜，让她以不知后援。凯姐有些不耐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嘿，老姐，快看你的旧书屋，只见一棵老树上支撑着粉色公主城堡，真的是很小凯，很少女心了。不过凯姐没有被这冲昏头脑，拿出手机就要打给妈妈。小戴可不同意闺蜜这么扫兴，拉着她就要上去看看。虽然凯姐觉得这又是弟弟们的恶作剧，但没想到连里面都布置的完美无缺，电梯里安装了蹦蹦床，可以随意蹦跶，跳出去接着再蹦几下就来到了观望台，这真的很不错。传声筒响了，里面传来飞哥的声音，你还喜欢新树屋吗？爱死了，什么都有，还有更多呢。按下那个 THF 按钮，小戴按下了，整个书屋变成了一个巨人，对面飞哥的书也成了一个巨人，正拿轮胎发起挑战呢。一兽难敌众哥，泰瑞被杜博士手下的鸽子们抓住了，眼见对手无力反抗，杜博士讲起了自己的新的计划，他们用全先机器在鸽子脑袋里输入自己的命令，这个非常邪的发明就叫做便便终结者。有了它，只要一眨眼就能将影像植入到鸽子们的脑袋里，它是专门用来对付他弟弟罗杰的。因为今天正是要把钥匙颁发给他，杜博士不会去参加颁发仪式，但他会派鸽子们去参加，去破坏罗杰的好事。他对泰瑞说，罗杰在他看不起名单中名列前茅，甚至还有一首歌专门来表达这样的情感。凯姐和小戴由最初害怕转为兴奋，这场树屋格斗他们赢下了。小一就在下面为这场比赛做裁判，美女家族就是他们的观众。凯姐和小戴发现操作手柄就跟游戏一样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，当即就发动了攻击，战场也从后院打到了大街上。还没有准备好的飞哥小福就这样被甩了出去，还好里面有安保设施，才避免他们在树屋里面乱撞后受伤。看来第一回合的胜负不言而喻了，赢得首胜的2位决定乘胜追击，但没有想到对手竟然还有大炮攻击，这可打了凯姐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飞哥为姐姐修建树屋是真不赖，拉动摇杆，他们也朝对面发射了水球攻击，看样子飞哥他们只能选择撤退了。此时飞妈今天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项，她很意外为什么没有接到凯姐的电话，于是她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凯姐，并告诉她自己马上就会回家了。不过就算这样，凯姐也无法马上停下，因为他们之间比赛马上就进入最后的阶段了。2个树巨人就这样在大街上狂奔起来。此时杜博士正秘密观察着颁发现场，罗杰拿钥匙一脸得意，看泰瑞还好好的被控制着。杜博士指挥女儿发射鱼叉，枪法很准，稳稳的扎进了对面的建筑。现在就是鸽子上场的时间了，他们整整齐齐走上了绳子，而下面人却全然不知，还在专心听罗杰演讲呢。眼看他们
已经走到了罗杰的正上方，正将屁股对准他呢。杜博士不免有些得意，不料一回头，竟然发现泰瑞不见了。再一看，他竟然顺着鱼叉逃走了，手里还拿着便便终结者。按下按钮，鸽子们脑中指令变成了杜博士，于是他们全都朝他飞了过去。此时，飞哥小福的数据人被鱼叉绊倒了，在后面追赶的凯姐他们也相继绊倒。于是泰瑞正好趁势拿起了鱼叉，所以两个数据人一起滚回了家。杜博士的结局显然就是自食恶果，而滚了一路的数据人倒是抢先一步回家，没有让妈妈发现任何异常。回到家后，两边选手还在争论谁才是第一。趁着飞哥跟妈妈说话，凯姐和小戴联合又打出了一记水球。小福接飞哥的话说：“树屋家中盖，欢乐跟着来。”然后也挨了一记水球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